各位，听我说，不要太激动，今天事情一定会圆满解决的。怎么解决圆满呀？我们请来了京城著名的物权法律师，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朱晓和律师，来，有请。大家别着急，听我好好说一说哈，我们把道理讲清楚。你们华景小区的建设用地使用权是由华景公司出资取得的，华景公司是土地使用权人。根据物权法第142条的规定，华景小区建筑区划内规划的地上停车位，应当归华景公司所有。激动没有用，吵吵也没有用，以法律为准绳。我有一点不太明白。你们凭什么要让业主购买停车位，否则就不允许大家停在这儿呢？是这样，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，建设单位依法取得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后，可以向业主出售车位车库。对，我们这是有法可依的呀。那么，请问你们这个车位车库的权属登记是否取得了呢？我可以这样回答您：当年我们这个小区是验收合格的。而且你们现在享受的绿化面积是超出了原有规划的绿化面积，你们占了很多便宜。开发商建设小区，验收合格是你们开发商应尽的义务。而且绿化面积超过规划绿化面积，这跟停车位的归属权也没有任何必然联系。在小区前期开发的时候，我们是交了土地出让金的，这块地都是我们的。你们支付了土地出让金，成为建设使用权人，但是随着房屋的出售，这个土地使用权也应该随之转移。所以，土地共有部分的使用权应该归业主共有。对，应该就归我。请问您是业主吗？我不是。你不是业主，那你跟这起什么哄啊？我们这业主和物业之间的沟通，来，保安，他是我们请来的律师，他代表我们业主委员会。没错，我是你们业委会主任丽娜小姐请来的律师啊。你说这后着。而且我已经了解过了，你们这个停车位不能登记，所以你们也不能出售。是这样，今天我们谈不拢的话，就只好走诉讼程序了。我想说的是，我们都是法律人，你应该清楚，如果走诉讼程序，你的客户除了浪费一大笔律师费之外，你们什么好处都得不到。走诉讼程序是我们的权利，当然，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，你要提醒你的客户，有的诉讼完全就是浪费司法资源。好，没错，就你们这律师啊，在这地方讲道理都讲不通，那到了法庭啊，更没戏了。先生，有2杯咖啡。谢谢。丽娜，给你的。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喜欢喝这个口味啊？我最近擅长读心术。那你猜猜我现在想什么？不知道。你不是会读心术吗？我家最近换了好几台 DVD 机，人家告诉我，要买那种纠错功能最强大的，否则很多盘都读不出来的。你说我是盗版？我只是说我还需要进一步提升我的纠错功能。你记不记得你曾经答应过我，如果有一天你当了老大，提升你为首席鞭策师，我要进管委会？不可能。我是说，你连律师都不是。进律所管理委员会不需要必须是律师啊，这是我们全景的惯例。你可以打破这个惯例啊。我先接个电话。哟，你们一起来上班啊？我们俩在楼下碰到的。好巧，你们都喝咖啡Enjoy呢。口味一致。所以，你可以跟罗宾一起来上班吗？什么意思啊？
我的秘书一般都要比我早到半小时。平时我也是早到的。那看来今天是个例外啊。今天是国际翻脸日，找翻脸支出啊。您贵姓？怎么称呼？杨帆，稍等，我登记一下。请问您是找罗宾律师吗？请吧。怎么样，还满意吗？我有一个要求，你说。我只做骨干律师，不做高级合伙人，不进律所管委会。我只向你一个人汇报工作。你觉得我的要求是高还是低？我是觉得，这么一位连续5年入选亚太地区反垄断与竞争法业务的第1等领先律师，怎么会甘心来只做一个骨干律师呢？节省沟通成本。我跟其他高级合伙人沟通一下。你也可以跟他们说是客户的要求。客户？新客户吗？对。新客户在哪里？在你同意我的要求以后。我已经同意了。喂。好的，您到了打我电话。新客户一会儿就到。我知道你原本给自己制定了一个1到2年的休整期，但是你还是来了，所以说谢谢，谢谢你肯来帮我。别这么说，你也帮过我。那这么说，你是来还人情的。既然杨帆这么优秀，他为什么甘愿到我们律所来，只当一个骨干律师？人各有志，他不喜欢管别人，但也不喜欢被别人管。你是说他是一个独行侠喽？很多律所都在挖他，但他都拒绝了，因为他只愿意在他服的人手下工作。答对了。这边。罗律，我们的新客户。罗大律师，你们认识？罗大律师谁不认识啊？曾经获得3所世界上著名法学院的学位，本科、硕士、博士，而且担任多家国际跨国企业的法律总监，多次荣获 ALB 法律总顾问荣誉。现在是全景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、高级合伙人。于总，您是对我们罗宾律师做过背景调查吗？哎，那不敢不敢。请坐。再次介绍一下，我姓于，多余的余。请坐。于总，我希望你能够清楚，你们小区的车位的确是不能出售和售卖的。你说小区这么多车，你总不能让它乱停乱放吧？我们要管理，管理就得有人，有人你得给人发工资。我看过你们的合同，根据合同，你们小区的车位的确是不能出售和售卖的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可以收取停车费和管理费，这法律上是允许的。哦，哎，你看，我就说，解铃必须还得系铃人。您不用有所顾虑的。没有顾虑，不是顾虑。那您那天为什么来律所跟我们投诉说您的父亲被保健品坑害了？对不起啊，主要是我们又不想多事儿，哎，你就当我没说话。不是，您能告诉我您到底在担心什么吗？哎呦，有钱难买我愿意。你说我父亲他乐意，他喜欢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你就由着他好了，对吧？
什么叫孝顺？孝就是无为，顺就是顺从。所以孝顺的意思就是不要违背老人家的意愿，顺从他的心意。您的意思我听明白了，也就是说，您明知道他受骗上当了，但是只要他愿意，您就无所谓，您就看着他被人骗、被人坑，是吧？这边。谢谢罗大律师，谢谢。刘峰，我都知道，我都还没说。他是大客户，他说的有道理。你可能需要去做你秘书的工作。你知道我是对的。看到黛西了吗？没看见。那麻烦你削完铅笔之后，到我办公室来一趟。他是我们的敌人，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？他姓于，叫于多，是我们的客户。我鄙视你。笔试完了，麻烦你回到座位给我的助理打个电话，问问他怎么还没来。他说他今天会晚一点到。为什么呢？我没问。琳娜，我知道你生气了，知道你不开心，但是你看到了我这么多工作，我真的没有时间安慰你。不然你去多削2根铅笔。喂，李总，怎么了？你看一下微信业主群。好，我马上看。是你给他们出的主意吧？他们是我的客户，我是他们的法律顾问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你昨天还代表我们业主委员会呢。我们之间并没有任何委托协议，我也没有收你们业委会1分钱。昨天我纯属是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然后你就把拔出来的刀插我们身上。你冷静地想一下，其实我还是帮到了你们，至少让你们不必被强迫花几十万去购买车位。可是他们现在让我们交停车费、交管理费，这很公平啊。是不是谁给你钱多你就替谁说话？也不尽然。我们业委会准备起诉，我们准备聘用你，你要多少钱？丽娜，你应该知道这不是钱的问题，这是利益冲突。你也应该明白，我不可能代表你们做你们的诉讼律师。不好意思，我要接个电话。喂，廖主任，我方便，什么事您说。我们最好见一面吧，不要在律所。好，没问题，那一会儿见。廖主任，哎，叫我佳明姐，坐吧，喝点什么？你好，想来点什么？给我一杯柠檬水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陶月什么病？我也不是很清楚。
以后就该管你叫罗主任了。还在走程序呢。迟早的事儿，毫无悬念。你好，你的柠檬水。谢谢。齐家俱乐部的事儿，冯主任跟我说了。哎，如果谈工作，在办公室就行了。那您找我来，是想跟我谈什么事儿？也没什么大事儿。这一转眼，半辈子就过去了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我认识非常好的医生，还有非常顶尖的中医。如果陶玉需要，你告诉我。好的，我告诉冯主任。你就跟他说是你的朋友，你认识就好。佳敏姐，这件事儿，你是不是特别想说？遗憾吧，居然风云要走都没告诉你。不是。您知道冯主任很低调，所以这件事情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我还真是有点放在心上了。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，他其实真的非常非常重视您的感受。平常，他从来不干涉我任何事情，但是齐家的事儿，他专门给我打电话嘱咐。那如果那天我知道他是来跟你交班的，我不会告你的状。那您现在的想法是？咱们公事公办，不要让工作影响我们的关系。谢谢您。律师函我就直接交给你了，你们删除在网络上公众号发表的攻击我们客户的文章，承认错误，写个道歉信，这事儿就结束了。但如果不呢，就要承担法律后果啊！你到办公室来一下。我现在有时间回答你的问题。我现在没有问题了。你刚刚指责我说谁给我钱多，我就为谁工作。你是律师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天经地义。我不应该要求你当圣母，是我的错。你的错不是在于你要求我做圣母，而是在于你要求我做圣母被我拒绝了以后，指责我不公平、缺乏正义。谁给你钱，你替谁工作？你还谈什么公平正义啊？当然要谈公平正义。你们把车停在人家小区，小区是不是要管理？管理是不是要收钱？如果说任由你们随便停，1分钱也不出，那么这对物业公平吗？物业也是要给员工发薪水、发工资的。如果发不出薪水，物业垮了，你们业主的生活品质也会下降。难道说这就是你们要的公平正义吗？你昨天怎么不说？昨天我还不是他们的法律顾问。你出卖了我们，并没有。我现在可以说服我的客户，和你们业主委员会达成一个合理的管理费收取协议。我就是我们业委会主任，你们客户打算收我们多少钱管理费啊？你放心，按照物业法规，我会让物业出一个初步方案，会很合理的。要珍惜给你的敌人做律师的朋友。那我等你们的方案。正确。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廖佳敏之所以找你，是因为他已经知道你当老大了。你告诉他的？他问我，我想他早晚也得知道，我就没有瞒他。你什么时候告诉他的？就在你和杨帆跟我们那物业的于多打得火热的时候。那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呢？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你就已经跟于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所以你就拿我当敌人。
丽娜，你知道吗？你这样做真的太不职业了。你是我的秘书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？我们曾经说好了，你答应过我，如果有一天你当老大，你就提拔我。你记住，我走马上任那天，我一定会专门为你设立一个职位，首席编词师。我不能一辈子坐在你办公室门口。这件事情我还需要跟何塞以及其他的合伙人商量。你打算什么时候跟他们说？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。何塞还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是全景的实际控制人了吧？我不知道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他肯定不知道。他如果知道的话，肯定会冲到你面前跟你发一通无名火。他没那么幼稚。反正我还是觉得你应该亲口告诉他，如果他从别人那儿得知这件事的话，他会觉得你没有把他当朋友。可是我怎么跟他说呢？主动走进他的办公室跟他说：“嗨，何塞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已经是主任了，以后你要听我的，你归我管。”随便你。好的，黛西。好，你回来之后，我们马上开会碰一下这个事儿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这黛西是真不错啊，她跟高峰一块儿找到了一个医生，这个医生详细的跟他们说了齐家保健品是怎么害人的。廖家敏找了我，给了我一份律师函。咱们当律师的还怕律师函吗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不是，如果说你有什么事儿，你不相信我，那你就可以不跟我说，好不好？封印要我到此为止。谁都知道，封印跟你说什么那都是说说而已。是这样，我们都知道，封印当初跟廖家敏到底是因为什么分开的？利益冲突啊。封印和廖家敏两个人分别接受了一个客户，而这两个客户之间是势不两立的。封印让廖家敏放弃，廖家敏让封印放弃，最后封印行使了自己的主任权利。廖家敏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客户离开律所。这个客户就是齐家。当时的齐家还处在起步阶段，还不叫齐家，叫齐健，一起健康的意思。总之，封印从来没有因为一件自己的事儿求过我，这是唯一的一件。他怎么求的你啊？他没有用恳求我的语气，他只是说到此为止。当时廖家敏跟他在一起，他只能这么说。有你在，封印一定会同意的，只要你去跟他据理力争。可是我不想这么做，那我就跟他据理力争。你去还不如我去。那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？你赶紧去呀！何塞，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前段时间你父亲突然过世，有些突然。我想你的心情应该非常沉重，所以我想，你要不要回家休息一段时间，等休息好了再回来上班？谢谢你，但是你不了解我父亲。在我上学的时候，我父亲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写作业。现在，我想他最希望的就是看见我坐在办公桌上，我在工作。我没有沉浸在痛苦当中，不可自拔。真的，我没事，我真的一点事都没有。封印在不在？他要在的话，咱俩一块儿去找他说去。
维维，你怎么了？是我父亲去世了，又不是你。何塞，封印离开了。啊？封印他也……你别理解错了，不是你想的那个离开，是离开律所的离开。啊，那他离开律所，他去哪儿了？回家。回家去照顾陶月。那我们律所谁来管理？谁来当主任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好，你回来之后，我们马上开会碰一下这个事儿啊。好，再见。哎，这黛西是真不错啊，她跟高峰一块儿找到了一个医生，这个医生详细的跟他们说了齐家保健品是怎么害人的。廖家敏找了我，给了我一份律师函。咱们当律师的还怕律师函吗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怎么了？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的？不是，如果说你有什么事儿，你不相信我，那你就可以不跟我说，好不好？封印要我到此为止，谁都知道，封印跟你说什么那都是说说而已。是这样，我们都知道，封印当初跟廖家敏到底是因为什么分开的？利益冲突啊！封印和廖家敏两个人分别接受了一个客户，而这两个客户之间是势不两立的。封印让廖家敏放弃，廖家敏让封印放弃，最后封印行使了自己的主任权利。廖家敏一怒之下带着自己的客户离开律所。这个客户就是齐家。当时的齐家还处在起步阶段，还不叫齐家，叫齐健，一起健康的意思。总之，封印从来没有因为一件自己的事儿求过我，这是唯一的一件。他怎么求的你啊？他没有用恳求我的语气，他只是说到此为止。当时廖家敏跟他在一起，他只能这么说。有你在，封印一定会同意的，只要你去跟他据理力争。可是我不想这么做，那我就跟他据理力争。你去还不如我去。那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？你赶紧去呀！何塞，有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前段时间你父亲突然过世，有些突然。我想你的心情应该非常沉重，所以我想，你要不要回家休息一段时间，等休息好了再回来上班？谢谢你，但是你不了解我父亲。在我上学的时候，我父亲他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我写作业。现在，我想他最希望的就是看见我坐在办公桌上，我在工作。我没有沉浸在痛苦当中，不可自拔。真的，我没事，我真的一点事都没有。封印在不在？他要在的话，咱俩一块儿去找他说去。维维，你怎么了？是我父亲去世了，又不是你。
何塞，封印离开了。啊？封印他也，你别理解错了，不是你想的那个离开，是离开律所的离开。啊，那他离开律所，他去哪儿了？回家。回家去照顾陶月。那我们律所谁来管理？谁来当主任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为什么没有人通知我呢？因为还没有正式生效。所以，如果你反对，你可以马上召集所有的高级合伙人，重新投票。不，我不反对。谢谢。是所有人都知道了吗？只有我不知道？也不是所有人。丽娜知道吗？她知道。丽娜一定高兴坏了，是不是？她一定是高兴坏了。我也高兴坏了，但是这事太突然了，太突然了，就像我父亲去世一样突然。你让我一个人静静的来接受这件事情，好吗？何佳老师，什么事儿？您不是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一回来就开会吗？哦，那个会议取消了。哦，罗宾升任主任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嗯，我听说过这事儿。连你都知道了？大家好像都知道吧？哦，没事儿，你去吧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丽娜姐，什么事啊？我觉得何塞老师他今天好像有点不大舒服。哦，还有什么事啊？罗宾老师，他在里头呢。不是，我是说他今天是不是也有点不大高兴？我不太清楚。你怎么了？我有点不舒服，你要找他的话，你自己进去找他吧。哦，好。您找我？为了稳妥起见，那篇微博还是删除吧。这是吓唬人，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告得赢的。而且，如果说我们把那篇微博删了，他们一定会大肆宣传，说我们是造谣。如果仅仅是有老人吃了齐家的保健品无效，
这是不构成犯罪的。要有切实的证据，比如说他们知假售假，比如说他们的销售体系，到底是直销还是营销，还是传销？我们找到了一个医生，他可以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分析齐家的保健品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功效。那只是他们的一家之言，齐家也可以找到很多很优秀的医生，说他们的产品是如何好。我怀疑他们非法传销。证据，要找到证据，板上钉钉的证据。好，我去找。还有，以后不管什么事情，只向我一个人汇报。可是何塞老师说，你已经让他负责这个。我说了，向我一个人汇报，而且，不管什么事情，你去跟别人说之前，能不能先跟我说一声呢？他假传圣旨，是不是？倒也没那么严重。我是说，我让你去悄悄的去调查、去了解，你倒好，弄得人尽皆知。我没有啊，我就是跟他们说您没同意呢。是人尽皆知，我不同意。对不起啊，我打搅一下。我需要回家休息一段时间。你说的对，最近呢发生了太多的事儿了，我需要调整我自己。我不反对你做主任，是因为我自己需要调整一下。祝贺。回头我那些客户呢，让兰兰负责一下。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何塞老师，跟工作无关的事儿就不要说了。有一点。你说。高峰他一直特别关注齐家这个案子，那个医生也是他介绍给我认识的。好，那这个案子就交给高峰做，就说我让他做。那何塞老师那个？何塞老师，你听到了，他休假了。我觉得这样做不妥。麦飞他当年在咱们律所的时候，他就是夹在您和何塞老师当中左右为难。高峰他现在是何塞老师的助理，您如果要给他案子之前，您是不是应该跟何塞老师说一声？这事儿不用你提醒。我就是好心。我更喜欢肥肠，不喜欢心，尤其不喜欢心肝肺，更不喜欢好心办坏事的好心。你这是在干嘛？按照您说的呀，为了稳妥起见，我打算把这篇微博给删了。不用删了。你说的对，免得他们得寸进尺。我本来就没打算删。这个东西代表我吗？原来在你心里我长这样，那就请你好好善待他。善待，善待，善待。
他们最近要做一些尽职调查，你可能会忙得睡觉的时间都没了。罗老师，我不喜欢睡觉，我喜欢工作，没日没夜的那一种。你很快会心愿达成的。遇到什么困难了？直到现在，我才终于体会到，当初你有多不容易，所以专门跑过来，跟你说声对不起。这就是我当初选你的原因之一。来，你现在要做好身份的转变，你现在是一个管理者了。肯定有很多人向你提要求，向你要求什么？有些要求啊是合理的，有些要求是不合理的，你很难拒绝。可是过去这些人跟我的关系都非常好，关键时刻支持过你，对吧？所以啊，现在他们要求回报，你很难说不。必要的时候啊，你可以请他们吃饭，送他们礼物。跟他们说你很珍视这段友谊，但是这件事我不能做。可是他们会觉得你不够朋友，有点失望，对不对？做一个管理者，你就要做选择了，是做自己想做的，内心里认为是对的事情，还是被别人绑架操纵，违心做一些自己不愿做的事情，但是只是为了做一个人情。别吞吞吐吐的，遇什么难事了？佳敏姐，她跟我说，如果说陶冶有什么需要，她可以帮着介绍最好的医生和专家。她肯定跟你说，不要把这些话告诉我，是她认识那些专家和医生。是，虽然我想你可能猜到了，但我觉得我还是有必要告诉你。她是一个很要强的女人。在那之前啊，我是不会给你打电话，说到此为止的。就是那天我在楼下碰到她，突然觉得她很不容易，也不再年轻了。一个人风尘仆仆的，一看就被客户狂卷了一通。哎呀，整个状态差极了。还有什么话，直说。齐家保健品的案子真的特别复杂，你自己拿主意，不必在乎别人的意见，包括我。人非草木，我那天见到他心里一软，你不必在意。主任。别叫我主任，现在你是主任。要当一个管理者，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你要好好干，不要让我觉得选错了人。你行。我晚上请你吃个饭啊。不好意思，我约了人了。我听说你们律所接律师函了。听说，哎，是你们律所给我们律所发的律师函，你不要告诉我你不知道这事儿啊。是，我有点担心你。担心你未来的岳父，对吧？你别误会我啊！你想想，那齐家没有那么大的背景，能做成今天这样？麦飞，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，你说
对手越是强大，你越是无所畏惧。你喜欢强大的对手。是，那我不怕你们，哼，怕被我们击败，对吗？我是怕你们出身未捷身先死。不会的，您多虑了吧？哎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那个啊，对了，我建议你还是离我们稍微远一点，免得溅你一身血。哼。啊，综合果仁1天1袋儿。对，这个习惯呢，我一直保持着呢。这你买的新车吗？对啊，还行吧。好看。我还得谢谢你呢。谢我什么呀？你给我们介绍了莎莎呀。嗨，你这不是举手之劳吗？后来呢，莎莎给我们介绍了特别多的客户，她的人脉呢还是挺广的。嗯。现在顾杰对我也不错。我现在是初级合伙人。哇，那我们待会儿得好好庆祝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一直都没有时间问你，这个案子最后我们赢了，刚刚拿到判决书。恭喜！哎，麦飞没跟你说吗？嗯。其实输案子也正常嘛。我第一次输官司的时候呢，那真是痛不欲生，也想找个人去说一说，聊一聊，说多了也就习惯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是个律师，你有什么事儿可以给我打电话。魏主任，哎，任小年的判决书寄到了，你一会儿给他送过去吧。现在送？我叫个闪送吧。你亲自送一趟，问他们还要不要继续上诉。我的意见是不要再上诉了。一会儿我还要见其他客户，我把这个判决书放在桌子上，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。好，好。嗨，任老板。啊，好的，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嗯，好嘞，好嘞，一会儿见。来，小天儿，祝贺你，祝贺你不仅赢了官司，还升为了合伙人。初级合伙人，初级。初级合伙人要好好庆祝一下，祝贺小天儿升为初级合伙人。谢谢。对了，咱俩拍张照片吧，记录一下。好啊，把这个牛排也拍下去。你看怎么样？嗯，可以，很好。上诉能赢吗？不能。那你还浪费时间问我要不要上诉？因为这是您的权利。你们是我的法律顾问，现在一审已经输掉了，然后你们过来理直气壮地告诉我，如果我上诉的话，仍然赢不了。正因为我们是您的法律顾问，所以我们才要跟您说实话呀。如果驴会说话，说的都是实话，那说实话了不起吗？任总，您应该还记得，当初我们就建议过您不要告，告不赢，因为您赠予给莎莎的房产属于自愿赠与。如果没有，我不记得，我没有备忘录的。你说来说去，无非是想告诉我，如果当初我听了你们的建议，我就输不掉这场官司了。是这样的，回去跟廖佳敏说，我退钱。任总，这不符合法律依据啊！买东西不满意，我还能退呢。律师不是物品，您购买的是我们的劳动时间。如果您可以退还我们付出的时间，我们就退还您的费用。您看这样怎么样？小伙子说话挺有意思，读过不少书吧？我读过很多关于法律的书。
时间就是金钱，说的没错。我的时间也是金钱，你今天浪费了我一晚上的时间，怎么算？我今天来是告知您的权利，并且给您最专业的建议。你所谓的专业建议，在你张嘴之前我就已经清楚了，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的帮助。那这样吧，任总，您跟我们主任建议把我换掉吧。我要的是赔偿，换掉你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您去法院告我吧。嘿嘿，那效率太低了。你不用再解释了，和我一起去见任小年。主任，跟他认个错，道个歉。谁官司输了心里会高兴啊？你挣的钱里面有一部分就是受气受委屈的。可当时咱们跟他提示过风险呀。所以，他更加恼羞成怒啊！他觉得你是有情绪，故意打输了官司，让他难堪。他怎么能这么想？人家这么想很正常。你以为呢？客户找律师，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是要听律师的，而是要让律师听他们的。对呀，我们就是听了他的，所以才输了呢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呢？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啊。客户不是你亲爹亲妈，给了你那么多钱，让你听人家两句，怎么了？你顶嘴，人家再说你两句又怎么了？要是赶上我爹我妈呀，我要顶嘴，直接就动手了。主任，啊，任乔啊，你跟你父亲说，千万不要生气，好不好？我呀，已经想到其他办法了，咱们换条思路，见了面再说，行吗？哎，好。一会儿见到任小年，你就听着，该道歉你就道歉。对不起，主任，我不去了。你什么态度？您跟任总说，我今天就辞职了。感谢您这几年对我的栽培。嘿，你辞职还有其他什么原因？全景一定不会放过齐家，齐家是咱们的客户，我不想夹在中间，我更不想让您为难。谢谢您。哎，麦飞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？辞职了。为什么呀？我可能不适合这个职业吧。不是你到底怎么了？啊？不是你别走，你跟我说说到底。我没事儿，去上班吧。拜拜。不行，我跟他已经分手了。这跟你们分不分手没有关系。罗老师，这样好不好？如果您觉得他的资质不足以满足我们律所的要求，那就让他做一个受薪律师，可以吗？你看啊，这是我们律所各级合伙人推荐来的律师，而我们现在的情况是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。早。那个，你们知道这个娃娃是谁放在我桌上的吗？你不知道这是谁送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们就更不知道了。你送我的？你为什么会认为是我送你的呢？难道不是你送我的吗？为什么不能是别人送的呢？别人谁会那么幼稚啊？谁说送娃娃就幼稚啊？是不是你？你都承认了，还说娃娃不幼稚，是不是你？
罗律师，何女士到了。对不起，冒昧打扰您。不打扰，不打扰。来，快请坐。想喝点什么？我就是来跟你说个事儿。没关系，给何老师倒杯茶，坐。如果你们还有事儿的话，不方便，我可以下次再来。没关系，您请坐。姐，何塞的姐姐，亲姐姐。我不是要问她是谁，那你要问什么？对，这个玩偶是罗宾送的。是吧？我就知道，是不是你替他网购的？我没有那么闲。哎，那丽娜姐，我现在得去给客人沏茶送水了。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啊？如果你10几年如一日都坐在别人家门口，干的都是沏茶送水、迎来送往的活儿，你也会不开心的。您找我，还是为了刘英美借条的事儿吧？刘景明已经跟我说了，你问了他，他也告诉了你。你说何塞，我弟弟也是，他缺什么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他干嘛让英美去找别人借呢？哎呀，他这个人呢，就是太好面子了。也许他是怕我爸知道，因为我爸管他太严格了，从小不让他犯任何错误。是。我今天来是有一件事儿，想求您帮忙。您别说求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办得到。因为何塞一直说您是他最要好的朋友，所以我想这个事儿，只有您能帮他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也许是我爸去世的太突然吧，何塞打击太大，一时缓不过来。他现在脾气特别的暴躁，每次去看他吧，他总是把家里弄得一塌糊涂、乱七八糟，然后就知道打游戏。他这个人不是这样的，他特别爱干净。他每次去我家的时候，他都是帮我收拾。现在我去他那儿，我帮他收拾，刚给他收拾完，他又弄得一塌糊涂、乱七八糟。以前吧，他特别热爱工作，可是现在就知道闷在家里打游戏。我想，请你帮帮我，能不能去开导开导他？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到现在他也没结婚。我知道了。左边，哎，好，好，别走，支援，快，后边，别打我屁股，鬼在这呢，后边，这是哪儿呢？挠我，还打呢？死了！你就这水平，还天天在家打游戏？来，再开始一局。走你！后边！哎，这哪儿呢？这儿。右边，后边，前面，
左边。这，大爷。谢谢啊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你知道我爸临走的时候跟我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我爸跟我说，赛赛，你要好好的照顾好妈妈，还有姐姐。我爸从来没有对我那么温柔过。我当时半梦半醒的，我就感觉我爸当时拉着我的手，四周特别安静，天还没亮，就跟现在差不多。我在医院里陪床，我爸就像这样拉着我的手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我爸从来没拉过我的手。你爸拉过你手吗？应该拉过吧。那你小的时候，你走路要是摔倒了，你爸会把你给抱起来吗？不太记得了。你呢？妈跟我说，我小的时候走路摔跟头了，我爸从来不抱我，都让我自己起来。可是那天我爸拉着我的手，我感觉可幸福了，我就幸福的睡着了。我再一醒过来，我爸就去世了。我醒来一看，根本没人拉我的手，我自己抓着我爸的背角了。我现在我特别恨我自己，我为什么就睡着了呢？我爸他拉着我的手，他一定是想跟我说点什么，可是他想跟我说什么呢？我爸他一直都对我不满意，他觉得我没有超越他。你爸其实就是想对你说，你好好的。只有你自己好好的，你才能好好的照顾你妈，照顾你姐。那你还让我跟你一块骗我姐？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应该怎么面对我姐，我现在很痛苦，知道吗？我现在很痛苦。